先听听看以下几个症状，看你能不能够猜出来这是什么疾病。有一个小孩在课堂上坐不太住，一直动，常被老师提醒要安静。别人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却很晃神，好像没有在听。很难整理自己的功课，作业常常迟交，一点点小声音他就会很分心，总是不停地动，好像有用不完的电。讲话的时候呢，常常打断同学。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过动症 ADHD 呢？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有以上的表现，你就把它当成是过动症或注意力不足，那你有很高的几率大概弄错方向了。以上6个问题其实是来自 PSQ 问卷，这是美国睡眠医师学会常使用在儿童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卷。很多家长听到这里，心里可能已经开始在怀疑，那我们家小孩是不是被贴错标签了？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今天这集我们要帮你厘清医学上2个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弄混的事实 ：ADHD 和睡眠呼吸中止症。1970年，史丹佛大学做了一个震惊医界的实验。史丹佛心理学系的教授 David Rosenhan 找了8位完全正常的人进行一项秘密实验。这8个人当中包括了老师、学生、家庭主妇。他叫这8个人只做一件事情，去找精神科医生，然后假装跟医生说：“我脑中一直听到3个字：空洞、中空，然后嘣的一声。”除此之外，他们其他行为一切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正常，对谈也完全没有问题。结果呢，这8个正常人被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他们全部都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而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还在后头。这些被贴上精神分裂标签的病人，看护他们的医疗人员完全用有色的眼光在记录他们的各种病态行为。例如，他们只是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休息，他们就会被记录成情绪退缩；如果写日记，就会被记录成强迫症状。其中有人问护士午餐什么时候来，护士就在病历上写下病人焦虑，追问进食时间。只因为你被贴上了一个标签，你的所有行为都被往那个方向解读。这8个人就这样被困在精神病院中，最短的待了7天，最长的52天。等到医院最后终于放人时，出院的诊断不是你没事，而是精神分裂，缓解中。这个实验说明了，当狼头人效应遇上盲从权威的时候，会导致怎么样可怕的效果。这个故事正是我们今天要谈真假 ADHD 最重要的开场。首先，我们要强调一下 ，ADHD 是一个真真实实存在的神经性发展问题，它不是创伤或心理压力造成的，而是大脑在发育的过程中，某一些区域的成熟比较慢，这导致了注意力维持、行为抑制和情绪控制的能力比较差。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看起来像 ADHD 的小孩就真的是 ADHD。在临床上，我们看到非常多孩子因为白天坐不住、不专心、情绪起伏很大，就会被认为是过动或者是注意力不足。但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你没有看到的，在冰山海面下的部分，也就是当他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呼吸道发生了阻塞和反复性的缺氧。这导致他们的睡眠品质长期非常糟糕，连阿嬷都知道几名大几寸。孩子如果睡眠有问题，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负责专注力和情绪控制的前额叶皮质。前额叶皮质对缺氧非常的敏感，当小朋友深度睡眠被干扰时，这个区域会马上出现发育迟缓的情形。这是因为大脑要建立新的神经连结，需要深度睡眠，因此这样子的小孩就很容易出现情绪爆炸或是难以安静坐好的过动状况。而注意力不足比较像是手机没充饱，手机的电池没充饱的原因是因为睡眠的碎片化，所以小孩在白天的时候就会像电量只剩10%的手机，一开机就快没电。正是由于 ADHD 和睡眠呼吸问题在白天的时候表现几乎一样，所以有很高比例的小朋友其实一直被弄错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假的 ADHD， 也就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孩子，长大之后并不会自动好起来。你以为只有小孩才有过动症吗？其实很多大人的问题看起来也很像过动症。成人 ADHD 和小孩不一样，他们不再是坐不住，而是脑袋停不下来。他们的表现常常是很容易分心、没耐心、时间感错乱，有些人会记不住事情，出现所谓的脑雾。很多人听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可能会开始想我很会拖延，专注力也很差，事情常常都做不完，那我是不是就是 ADHD 呢？拖延确实是成人 ADHD 常见的表现之一，
因为 ADHD 影响的是大脑的执行功能，也就是启动行为、规划事情、把想法真正落实为行动的能力。但并不是所有的拖延都是 ADHD。跟小孩一样，在临床上，我们看到更多的大人看起来像 ADHD， 但其实是所谓的假 ADHD。这些成人往往是睡不好的孩子长大之后的样子。他们同样会出现 ADHD 常见的专注力不佳、脑雾、情绪不稳、拖延、焦虑，也会常常被误判当成心理问题来处理。但假的 ADHD 和真的 ADHD 最大的差别在于睡眠。这些人多半有明显的睡眠线索，他们会打呼，早上起床的时候头会痛，白天会很想睡。和小朋友一样，成人的假 ADHD 来自于大脑在睡眠中反复的缺氧，所以一样，他们整晚无法进入真正的修复状态。等到了白天，没有好好被修复的大脑，就像过热的 CPU， 程式自然就跑得很慢，很容易宕机。所以你不是不想做事，而是真的动不了。很多成年人那些看起来像 ADHD 的拖延、脑雾、效率变差，其实背后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来自于一个你从小到大都没有被好好处理过的一个问题，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如果你是成人，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 ADHD， 你可以用下面这个测验来判断。1. 你从小就这样吗？如果你是这几年才开始记性差、打呼、白天疲倦，那你可能就要检查一下睡眠，而不是猛嗑咖啡因。2. 你醒来的时候有精神吗？真的 ADHD 早上的时候是很清醒的，但睡眠呼吸中止症醒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昏昏沉沉的。3. 你白天的时候会感到想睡觉吗？真的 ADHD 很容易分心，但并不会想睡觉，而睡眠呼吸中止症常常是两者都有。然而，儿童和青少年的睡眠呼吸中止问题其实是比大人更容易被忽略的，因为他们的行为常常会被家长、老师或同学误以为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例如，他小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他上课就是不专心啊。但真正的问题可能是他晚上根本就没有睡好。此外，目前常用的睡眠检查和指标，像 AHI， 这些主要是为了成人设计的，这会导致许多有问题的孩童，即使他们去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的结果也会显示正常。那么我们要怎么判断小孩的 ADHD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如果你的小孩会打呼，嘴巴常常开，睡姿很奇怪，早上很难叫醒，起床的时候会有起床气，这些迹象都可能显示他的睡眠呼吸出了问题。根据美国小儿科医学会的资料，大约有 10% 的儿童有习惯性打鼾，其中包括了腺样体肥大、扁桃腺肥大与过敏性鼻炎。这些是造成儿童上呼吸道狭窄以及睡眠呼吸障碍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如果你家的孩子有这些状况，你就要特别的留意。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同样睡眠呼吸出问题，小孩会变成过动坐不住，但大人却变得反应慢、情绪低或注意力不集中呢？最大的差别在于，孩子的大脑在发展，而成人的大脑在代偿。当睡眠被打断、氧气不足的时候，孩子的脑会用交感神经过度亢奋的方式去对抗这些疲劳，而成人的脑因为已经成熟，无法再用冲动和活动量去掩饰，所以他们只会剩下耗尽感。此外，越小的孩子对于缺氧越是零容忍，缺氧就是面临危急存亡之秋，于是身体就会启动紧急救命模式，也就是所谓的作战或逃跑反应，这会让交感神经变得非常亢奋，所以大脑就变得很躁动。对成人来说，长期的缺氧已经让他们耗尽能量，所以他们的表现是神经疲乏、反应迟缓和记忆力的下降。所以说，你看到的过动孩子和疲倦缺乏能量的大人，其实是同一种状况的两个阶段，一个在拼命的冲刺，另一个在慢慢耗尽。研究显示，如果儿童睡眠呼吸中止症不治疗，不仅会影响他的学习成绩，还会延缓他的身高、颜值，还有他的齿颚发育。越早进行治疗，他的行为与学习能力就会出现越明显的改变。这说明你家的小孩可能不是调皮好动，或是无法专心学习，而是缺氧。所以镜头前的家长们，如果你能够早一点发现，你就可以避免小孩多年来被当成 ADHD， 而丧失了宝贵的治疗之窗。想要知道更多关于睡眠呼吸中止症要怎么预防、治疗等相关的知识，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看看其他的影片，或直接留言询问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
拜。